我回来了。你还在看这个呀？你都看了多少遍了？能不能换一个呀？哎呀！我也想早回来啊，可是那个方总太难缠了。早就跟你说，老方特别喜欢给人灌酒，让你别去你不听。不过你喝多了还是这么好闻。今天有好好吃饭吗？我吃过了，以后不要扔下我一个人去应酬了。方总在业内那么有名，总要跟他打交道的嘛。我希望陪我一起去。我不去他的酒局。逢酒必喝，逢喝必夺，喝多了还要动手动脚。可他手头上那个项目是真的不错，抢着巴结他的人数都数不清。你跟他合作过，如果是你去跟他谈，说不定就……我不跟他谈。之前在北京，只要生意谈成了，我躲他还来不及，何况现在在新州，跟他谈生意，岂不是等于自己去跳酒缸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不去我去，谈生意嘛，喝点酒算什么呀？这可不是一点，以后生意谈成了，他会天天叫你陪他喝的，这种伤身体的钱还是别赚了。我们又不缺钱花。是你不缺钱。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我知道你上进，可是我们都在一起了，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拼命啊！不拼命能行吗？公司到现在只接了些零零碎碎的活，一笔正经的生意都没谈下来。这不刚起步吗？你别急，要么这样，我去找老李谈，他这儿我可以轻松搞定。那个李总那么抠门，本来项目就不大，还把价格压那么低，就算接下来也没多少利润。利润无所谓啊，项目谈下来那就是你的成绩啊，别人又不知道我们赚了多少钱啊。老方这个单子太大了，就算谈下来，我们也要忙1年，我们就又没有时间好好在一起了。以后在一起的时间多的是，我是男人嘛，总得去赚钱，去拼事业嘛。如果我需要一个会挣钱的老公，我就不会离婚了。我也想天天只跟你在一起啊！刚才跟他们喝酒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一直在想，只要我能回到家，能这样的躺在你怀里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了。你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你只想跟我在一起？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去把老李的合同搞定，他这个项目呢比较简单，具体执行交给下面的人负责就行。然后我们就去欧洲玩了3个月，回来的时候正好是秋天，我们就办一个浪漫的婚礼。婚礼呢，我也会专门找人负责，你也不用操心。对了，去之前我要去见一下你爸妈，你把我们的事儿给他们说了吧？我爸妈那边先缓缓吧，太快了。快什么快啊！我们都认识3年了，我们这3年相处的时间比你跟夏言7年相处的时间还要多，还有欧洲3个月呢，那也算试婚啊。如果到时候你对我不满意，大可取消婚礼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毕竟我跟香妍刚分手嘛，马上就把你领回去，我怕我爸妈对你会有不好的印象。我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们着想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他们怎么想我不在乎，反正我年龄比你大，他们也不会喜欢我。既然你这么不在乎，又何必去见他们呢？就是为了向所有人宣示你的主权吗？我不在乎他们，可是我在乎你的态度，在乎你是否愿意承认我们的关系。我还不算承认吗？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，就我爸妈不知道而已。可他们才是你最重要的人，不是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律师刚发给我的，还有很多细节要改。
改好了我再拿给你看吧。改好了再给我看。既然叫婚前协议，不是应该由我们2个一起商量条款吗？我当然会跟你商量啊，不过我说的一切你都会同意，不是吗？你不希望我去拼事业，也不会让我分财产。如果我不想当穷光蛋，就得一直哄你开心。难道你不想让我开心吗？你颈椎好点没？没有，还是很痛。我叫你做的那个操，你做了吗？没有，忘了。是忘了还是忘了怎么做？我没时间啊，大表姐。哎，请接点。干嘛呢？学针灸呢？马克那家伙的嘴脸你都见识过的吧？见得我手痒痒，不戳他个面瘫，我真是寝食难安。他又怎么惹你了？我戳他还需要理由吗？他呼吸了我的空气，浪费了我的生存资源。马克人不坏，就是嘴上不饶人，跟你一个品相。对啊，而且夏叔叔生病的时候啊，我看马克也是忙前忙后的，挺热心的。不说他了，扫兴。夏言，你最近公司怎么样啊？我看你天天加班，那么晚回来，我连面都碰不上。被领导点名批评，能不拼吗？怎么了？那许成义又故意针对你？倒没有，我倒是觉得现在这种状态挺好的，就是正常的上司与下属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挺舒服的。你 IP 还这么开心，抖 M 啊？抖 M 什么意思啊？想试试吗？别闹。我现在头疼的是新项目的提案。自从我进了新公司以来，就一直想撸起袖子好好干一把，终于不用做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了，所以还是要拼一下。社会进步，人类进化呀，就靠你们了。你这哪是加班啊？你简直是毁容了！你气色这么差。女人啊，拼得拼，但千万不能把自己熬哭呀。这什么色号？快发我！这颜色挺好看的，贵不贵啊？我就早就发群里了，那个斩男色，你们都没看吗？你别看我啊，什么水啊乳啊的，看见我就头疼。我最近工作太忙了。不行，你这个也太贵了吧？哎，韩爽，你不是粉丝也挺多的嘛，然后还经常直播，不然你去做带货主播吧。你要是带货呀，这能力肯定不输大牌。其他人我才不操那闲心呢，只有你们仨能独享姐妹恩宠，还不快谢恩？谢谢。等会儿，我刚补的妆啊。我先走了啊，你们继续。哪？我刚想个切入点，回公司加班去，拜拜。喂，你们进步人士的世界我是真的不懂啊。今天周日啊，好不容易休息。现在大家手里拿着的，就是我们运营部进入复赛资格的2个方案，分别是由美琪和夏言完成。这2个方案我和薛总都已经看过了，
今天来开这个会，主要是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美丽 Online， 这是一个主打时尚女性的闲置物品交易平台。对，我在做方案之前，对女性化妆品相关做过市场调查。因为网红效益，女性在购买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时候，越来越倾向于网上做好功课便直接下单。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肤质不同，适合大家的未必就是适合自己的。所以就会出现假之蜜糖，乙之砒霜的情况。那么问题就产生了，化妆品一旦拆封使用过，就没有办法退货，花了钱囤了很多根本用不上的护肤品。可是现在二手交易平台那么多，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置换自己的闲置化妆品，你的提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所以，我们美丽 Online 最大的亮点就是，我们将推出最强鉴定团，我们将提出存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、奢侈品，进行免费的鉴定。如果大家对美丽 Online 没有任何疑惑的话，我们来聊一聊闺蜜星球。社交软件，现在市面上的社交软件不是已经很多了吗？的确，现在市场上的社交软件并不少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这一块。相反，这正好认证了市场的需求。如果我们可以挖掘垂直领域，抓准细分用户，我觉得值得一试。普通的社交应用已经囊括了所有的用户层，我们还有深挖的必要吗？所以，我们就要在功能上进行创新。我是网易云音乐的深度用户，平时听歌的时候我就喜欢刷评论。可以分享听歌感受的平台有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有大批的用户喜欢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刷热评呢？因为同好聚集。对，同好。只有在这里，你可以找到跟你在同一个深夜聆听同一首歌的人，感受共鸣。聚焦闺蜜，一般的好友圈功能还不够吗？如果是想打造全民闺蜜的话，的确不够。女生在一起平常讨论的会是什么？就是分享。大家喜欢分享最新的口红色号、最新买的衣服、最近的感情观、爱情观。她们可以通过6人定律构建起自己的一个星球，这也就是闺蜜星球这个名字的由来。秀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女性时尚购物平台了，还有必要花大力气去做社区吗？相比较而言，我觉得美丽 Online 更适合秀我接下来的发展。可是闺蜜星球如果真的做出来了，一个庞大的社区流量对秀我的作用可是没法比的，而且还能大幅提升秀我的用户粘度。你看网易云音乐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吗？可是美丽 Online 同样可以引流啊。现在大家2份方案都已经看过了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？我觉得闺蜜星球吧，虽然挺有想法的，而且看上去生活、音乐各个方面也包容的挺多的，但是就是想法挺好。石总，你觉得呢？这2个方案都很不错，相较而言，美丽 Online 更能让人看到它的功能性，以及对秀我用户需求的延展。美丽 Online 是一个好项目，但作为 SG 最重要的项目，我认为闺蜜星球更合适。石总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散会。说好一起到白头，贫穷使我放了手。再见，我亲爱的小灰、小红、小蓝。等有钱了，一定把你们都买回来。把什么买回来啊？清仓大甩卖。Coco 小姐也有缺钱的一天啊。别惹我啊，我烦着呢。都说这包啊，是女人的第2张脸，你连脸都不要了，看来是真的遇到难处了呢。要不要我给你支个来钱快的招？你今天是自己上门找虐来了吧？咱俩现在谁虐谁好像还不一定呢吧？哟，谁给你的胆说这个话的？
你不就仗着有几个破视频在这威胁我吗？视频在这儿呢，还没删哦。今天我就给你个机会，把视频删了，咱俩两清。不删呢？不删。好。哼，今天我还就不走了。是，刚好我无聊，陪我玩玩呀。来呀。这个床真不错，要不今天就把它给买了？行啊，正好今天开始搬家。哎呀，你们家这个床啊，不行啊，不是说好优级吗？绝对健康环保。我买回去才睡了1个晚上啊，眼睛浮肿，嗓子干。你们家的床是不是甲醛超标啊？甲醛超标的床好像真的不能睡吧？床不行啊！是床不行还是你不行啊？我行不行你管我呢？哼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你要是喜欢，以后我天天来。行啊，不在一个段位上虐起来可不够爽。你现在有什么招，快点想。我玩过的套路啊，可比你吃过的盐还多。怎么着？玩过什么套路啊？说说，是碰瓷儿啊，还是仙人跳？口味够重的呀，要不在我这试试？那可不是，你穿的像个橙子似的，我可看不上。我这是小粉象，好不好？别以为你穿的跟个牛油果似的你就厉害。来，人间牛油果，请您喝一杯，解闷的小费。早这么懂事不就完了吗？非得绕这么大一圈，你看你，哎呦，你敢？虽然之前我们都已经说好的，酒水饮料洒在家具上都算他的，但是真到了这个时候，怎么好意思呢？再说这床品是成套的，但是其他的也卖不出去了。刷卡吧。这个提案我已经和管理层开会确认过了，项目是你提出来的，就由你从头开始负责。给你5个人的名额，组建自己的团队，任你自己选。以后关于闺蜜星球的任何事情，可以直接找我。我怎么？没信心啊？不是啊。2天的时间和产品组把细节讨论出来，尽快进入开发阶段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加油！这么快公告就出来了？什么公告？夏言的闺蜜星球定下来了。这么快就定下来了？刚才徐总和薛老大差点吵起来。谁吵起来？就因为这件事吗？薛老大还是觉得你的方案更好，可徐总坚持要开发闺蜜星球，说是美丽 Online 可以作为补充内容加入到秀我新的3.0版本中。可是闺蜜星球涉及到 SG 时尚事业群下阶段的资源整合，必须马上开发，这点啊，没得商量。那还说什么了？我听总经办的人说徐总当着董事长的面立了军令状，他个人对闺蜜星球负责，说是闺蜜星球上线1个月，一定会做到注册用户过1000万。新的社交网站啊，1个月就要达到1000万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就是嘛。总监，徐总那边让我挑5个人，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。徐总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以后你的事情直接向他汇报，不用问我。可是有些同事他们手头有要紧的工作，我怕突然抽走了会给总监你这边带来麻烦。就算有麻烦，那也是我的事，你不要自己的团队还没有建立好，就开始操心我。好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出去了。
把门带上。18600，确定。喂，我听着呢，就这个地址，把床赶紧拿走。派叔只是要求你买套床品，没必要把整个床都买了吧？你傻呀！我愿意，你管得着吗？小粉象挺刚啊，没对手。小马，啊，卡刷好了，收据。喂，对，我是老板。啊，我们这个家居店收益挺好的，只是我俩儿子要出国留学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。再说过段时间我也可能出国陪老婆孩子，所以要转手。啊，对，你要是有意向的话，这2天可以来看看，我都在店里。对，地址你有了吧？好。阿姨，你们家这个什么集成灶，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啊！夏楠给我买的，他说啊，现在都流行用这个火星人集成灶。你看上面有油烟机，有燃气灶，下面还有这个蒸箱。这我上面炒菜的时候，下面还可以蒸鱼，特方便。我帮你一起做吧。不用，你赶快上沙发那儿坐着，你在这儿我施展不开。我就坐这儿吧，这儿香。好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看正说着他就回来了。嗨。愣着干嘛呀？赶快洗手吃饭。妈，什么情况？昨天晚上我们跳广场舞的时候，想坏了，正好遇到小胡跟他朋友在那表演，他看到我们遇到问题了，就特别积极的给我们弹吉他伴奏来着。那次把人家给领回来了，但是人家帮我这么大忙，我不得请人家吃个饭呀？帮的忙人多了，你怎么没都领回来？你不知道啊，他家人都在国外，那人家人都回家了，然后就他自己一个人单身在心中，多可怜呐！赶快洗完吃饭啊！来拿碗筷。哦。哎呀，多吃点啊！来，你之前骨头受伤，啊，多喝点鸡汤补补啊。他骨头早就好了。那骨头好了，其他的地方也可以补补嘛，是吧？对呀。多喝点总没错。谢谢阿姨。鸡汤嘌呤很高的，凡事都要有个度。家里有一个医生吧，这点麻烦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向医生这样挺可爱的。你可别夸他了，他要能像你这样啊，又热情又开朗又亲切，多好啊！他应该多跟你学学，一天老绷着。这个特别简单，多听我唱歌就可以了。向医生，这周末再去听我唱歌呗。好啊好啊，楠楠也很喜欢音乐的，我替他答应你了。这看我干嘛呀？赶快喝汤。你怎么不给人拿勺啊？啊，我自己来。这小伙子喜欢你，能不能别胡说？是你把人家领回来的，他不喜欢你，我能领他回来的。
产品的细节我和同事们已经梳理出来了，还有闺蜜星球项目组的小组成员名单也拟定好了。艾米也入选了，你自己点的兵，自己要负责带好。我会的，谢谢你。最近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是不是有些高了？我反而觉得有点不太适应。谢我什么？方案啊，谢谢你的肯定。不让一份有价值的方案被埋没，是我的职责所在。至于它的价值要怎么体现，还是得看你自己。如果你要谢我的话，我是不会拒绝的。只是我这个人比较实在，这上嘴唇碰下嘴唇，轻飘飘的2个字，对我毫无意义。我今天早上刚给你打过钱的。昨天晚上项目奖金刚发下来，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了2万块钱转账。这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我在徇私，故意让你拿到这笔钱，好早点还债呢。剩下的钱，我会尽快还的。你自己安排好吧。我要是总收不及的话，你肯定又要以为我意有所图。徐总，这次是我意有所图。运营部的末位淘汰制，可不可以考虑取消啊？理由？运营部有很多项目需要团队的协力才能完成得更出色。这种制度虽然加强了竞争氛围，但总给员工一种身后有狼在追，不得不全力奔跑的危机感，搞得员工之间都有所忌惮，不得不藏私。比如呢？比如，我身边有的员工最近可能陷入了项目的瓶颈期，而我正好想到了一个好点子，但这项目呢又不是我的项目，那你说我是出手相助还是视而不见啊？反正他完不成任务，正好解除了我被淘汰的危机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怎么选不重要，大家怎么选才重要。末位淘汰制虽然筛选留下精英，但是整体的办公效率不一定有所提升。可是这个方案是薛总监提出来的，而且已经实施了1年。不过，你的方案我会考虑的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等一下。不是给你个人的，这是闺蜜星球项目组每个人1张，公司2个月的食堂饭卡，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加班，算是公司一点小福利，拿着吧。我和我的小团队会加油的。新军哥，前2天给你们公司发的那份简历，现在还没有人回我呢，你能帮我问一声吗？谢谢。对不起啊，怎么了，艾米？我之前对你太过分了。有吗？有的，有的。因为我觉得你是比我后来的，却处处表现比我好。
我心里压力很大，害怕自己被淘汰掉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故意不配合你的工作，还疏远你。谁都有压力大的时候，只是发泄的方式不一样。那天我说话不是有意的，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。不管是袁教授还是达人活动，都是你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来解决的。我那天心里实在是太乱了，所以，哎呀，过后我想想，真的是觉得很抱歉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起努力。都过去了。我那么小心眼儿，你还拉我进你的小组，你这么信任我呀？你有你自己的长处，你经常能想出一些暖萌暖萌的点子。这对闺蜜星球来说啊，必不可少。你总不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心血吧？不会，我不会的。接下来呀，是证明你自己的好机会，别错过了。那夏言，你原谅我了吗？看你表现吧。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你挺讨厌的，但是一听你说话，就情不自禁的被你洗脑了呢？就情不自禁的爱上你了呢？快去工作啊！我回来了，又在看这电影。哎呀，经典中的经典，百看不厌。我们第一站也去意大利好不好？我们也去骑这个自行车。好啊，你说去哪就去哪。那好，那你准备一下，后天出发。后天？我刚打电话问了，你的签证已经下来了，我们随时可以动身。那可不行，方总那边刚刚有点眉目。我说让你跟他不要谈生意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有好的项目为什么不谈呢？你都连着跟他喝了1个星期的酒了，你还没看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我当然清楚了，谁能喝得过他，谁就可以拿下单子。如果他真的这么草率，你觉得他可能会到今天这个位置吗？想接他的单子，光靠喝酒是不行的。他这个单子这么多人都盯着，个个都是人精，而且在场面上混了那么多年，你怎么可能争得过他们？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想着一口吃一个胖子啊？要一点一点来，先去接一些小的单子，多给自己积累点经验。否则，就算你很幸运拿下这个单子，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因为你毫无信服力可言，你连你下面的人都管不好，你怎么可能让他们替你卖力干活？你想什么呢？大家只会看你笑话，你明白吗？想要有发展，必须稳扎稳打，从小事做起，不要好高骛远。你是一直觉得我根本没有能力是吧？你不是没有能力，你是还年轻。那许晨毅那么年轻就当上 S 级的 CTO， 我为什么不行？你这么拼命，到底是为了我们的公司，还是为了做给夏言看啊？你还在怀疑吗？我也不想怀疑你，可是你变了。自从我们在一起，不对，自从我给了你公司的股份，让你成了公司的法人之后，你就变了。你没有时间陪我逛街，没有时间陪我看电影，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回家，甚至连多看我一点心情都没有。我这不是为了我们的公司吗？我们的公司，我们的公司。这句话我前夫也对我说过，说是为了公司，还不是整天都泡到酒缸里，泡到女人堆里吗？我可没碰过其他女人。
照你这样下去，那也是迟早的事儿了。我现在必须要把你从这个酒缸带走。后天就走。后天，如果你不走，我就一个人去。干嘛你凡事都要这么快呢？我不喜欢拖拉。10年的婚姻，我说结束也就结束了，更何况这点小事。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，你根本不需要男朋友，也不需要老公，你只需要条哈巴狗。你就这么看待你自己吗？我还能怎么看？啊？说什么让我去欧洲试婚？是我是你还是你是我？如果我合你的心意，听话，我们就结婚；不行你就把我甩了，再找新的，对吧？就算结婚，也必须签婚前协议。我的人是你的，而你的钱还是你自己的，对吧？为什么着急结婚？因为你的前夫找了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小明星，他们已经结婚了，所以你着急了，对吧？我问你，当初你们2人离婚，到底是谁想离？说什么你是为了我而离婚，说什么爱情至上，其实你就是一个被人甩来的老女人。要我为你分手，要我别去谈生意，要我整天陪着你，要控制我，让我离了你就一无所有。我只想问你一件事儿。你爸妈知道我这个人的存在吗？不知道。我怎么跟他们说？说他们的宝贝儿子，等着回去光宗耀祖的儿子，为了钱找了一个老女人吗？所以跟我在一起，就只是为了钱？不是。但他们会这么想，所有人都会这么想，所以我必须做出点成绩来，让他们看看我林浩不是一个吃晚饭的人。如果我们都是穷光蛋，我们还会在一起吗？不会，我不会变成穷光蛋的，我会把我的公司经营好。我会成为一个有钱的人，一个比你还有钱的人，到时候就是我跟你签婚前协议。钱对于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？对你来说不重要吗？那好，我一个人去欧洲，你留下来经营公司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不管我去多久，想去多久就去多久。
公司股份都给你，车你留着开，上飞机前我会再转你30万，我们两清了，不要再联系我。这回忆的转脸扬起，满车厢的拥有和失去，青春还带着梦的心里，追寻远方的期许。装在发那些眼底的理想化，时间在偷偷变成魔法，可勇气怎么能落下？送给未来的我最美的情话。牵手同行去，浪迹天。